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小婉。终于见家长了。宝贝，宝贝，我也不知道约的是谁。宝贝啊，美涵，宝贝，看到了什么？哼，这是闺女吗？有一点点小的情况，小情况是。哎，有桃花哦！哇，我跟他发个信息，我脸都会红的那种。我天，真的假的？是爱情的感觉。说说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我看能不能给你介绍一眼。相亲就是垃圾堆里面相互扒拉着找。天哪！我的相亲对象长什么样？好好奇哦。我可以把这个桌子举起来。我也可以。让我们好配呀！磕上了，磕上了，让我们在一起。开心死了。好好玩。我种草了，阿姨。就买这么些玩意儿，天天买破烂。是不是好累呀？哎呀，我你要和面吗？可以呀。他还会和面。我一看他们家的门要打开了，我就溜。你开这个农场是为了躲他们吗？谢谢。你觉得你的理想对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像我妈跟我的生活。找个妈，你这姑娘挺虎啊。我心里构思，我们可以在那里打起来。忍不住，对不起。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还有点失落，你知道吗？你是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我会。谁说我什么耍大牌了？类似于这种，我本来不想说，但我说了一遍，然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这件事。哎呦，管他呢！我不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被规训到已经没有棱角了。天哪！哇！我享受当下的这个事，我不会。我发现其实我在大家心目当中没那么重要。啊？我很难相信别人的。我做好准备，就是我一个人过一辈子这样。我都差不多这个眼泪了。很难心动，非常难。他们看我这样，觉得我疯了，我还能失去啥？最差也就这样了。本节目由为爱创造满分营养的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每周日12点，我家那闺女2025芒果 TV 独播，会员尊享加更闺女生活日记 ，SVIP 尊享闺女超有料的更多精彩衍生内容。哎，你好，你好。阿姨好，阿姨们好，叔叔好，小鹿好，老师们好。来，小婉。嗨，你们好，你们好。请坐，请坐。阿姨，你瘦了，是吧？瘦了，漂亮了，真的年轻了，哇，好有气质，真的。谢谢小婉。那咱们就开始吧。开始。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由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的《我家那闺女2025》，欢迎各位。那今天特别热闹，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宋卫老师，大家好。欢迎小鹿，欢迎刘绿， Hello，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继梦佳Hello。与此同时，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小婉。嗨，我能站起来吗？我这个裙子露出一下行吗？嗨。太专业了，这整体的 look 露一下呀。那你站起来，摄像头可能跟不住你。在我们家长团也有新朋友，首先我们先欢迎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雨欣妈妈，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孙怡妈妈，大家好。欢迎管月妈妈，大家好。以及今天新到场还有点紧张的拉红爸爸。欢迎叔叔，欢迎。那今天各位来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新朋友小婉，作为观察员，你会对于闺女的生活有哪些好奇的点？比如说像雨熙，我跟她一起工作，我跟雨熙其实也像是一见如故的感觉。就是我之前觉得她是一个冰山美人，是不敢靠近的那种。之前甚至还觉得她是混血，因为我看阿姨，我也觉得很就是像混血。结果后来发现，你跟她在一起第一场戏，整个就破冰了。哦。哎呀妈，我这又出油了，我这一下突然贼接地气，你知道吗？那个冰山咔。对。
今天说到在一起拍戏，这部戏的名字叫做《深情眼》，也是在我们的那个芒果 TV 会播出的，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深情眼》，耶！这一季我们即将观察这几位闺女，你也知道，特别是咱们管乐也在这儿啊。你跟管乐是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14年认识的。哇，11年了，11年了，对。终于见家长了，见家长了，对。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小婉一直在管乐的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如雷贯耳。那一张嘴就是小婉怎么地，我和小婉怎么地，我和小婉怎么地。是这样的，因为阿姨在这儿，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我一定你就看着吧，就是管乐的一切都是好，最好的。咱们说，你去过管乐的家吧？当然。有能睡得下去的地方吗？留给你的空间多吗？之前他们就天天说来我家住，来我家住，来我家住。我跟他讲，就是我跟他谈条件哈，加引号的。我说管乐，我可以去你家。我说但是这样，我现在最近不是很想住那个山景房。山景房这个变成平原。对，他说没问题，你来吧，非常干净，哇，巨干净。我一进去就是只是把这一堆的东西这样把全部移到了看不见的地方，而这块区是干净的。佳佳，今天这4位当中有谁你会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孙怡。对，像《再见爱人》嘛，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她这个年纪可以讲出那么有道理的话，她到底在生活当中积累了什么，见了什么？她共情力好强。对，所以这个女生不简单。她做饭的时候真的很简单，她只用空气炸锅。我跟你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是。这次拉红爸爸也是如愿来到了我们的观察室，欢迎欢迎，谢谢。我想赢，我去。对，叔叔坐在这里感觉如何？挺好的，刚刚一来了还有点紧张，现在经过这样聊天呢，现在有点就没那么紧张了。哎，叔叔上一期确实是在自己制造浪漫的环节，你率先流泪了啊。当时叔叔心里是什么感受啊？因为看到你流泪，我们都笑了。好，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当时想了嘛，这么多年过来哈，也不容易哈。从内心上非常感谢他。那我也好奇啊，另外3位妈妈，你们录完第1期之后回去有跟闺女交流吗？管乐问我，妈妈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问导演吧。我说我感觉表现还挺好的。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不会说的。我们家呢？我们家那什么你走回来跟他都没有关系。那有一天他问我你嗓子好了吗？我说你别提了，我这嗓子，我说我去录节目哈，我说糟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说一句话喝口水。他说哎对，你去录节目了哈。我没等到家呢，他就先给我发微信了啊，今天你录的怎么样啊？你紧没紧张啊？哎呀，就是典型那种小棉袄嘛。我们属于是皮夹克，贴心小棉袄和漏风军大衣。伴随着节目的开展，我们会看到更多面闺女的生活。然后今天这一期呢，要预警一下，说很好笑，很有看点哦，比我们观察室要抽象一些哦，仿佛已经知道是谁要先登场了。来吧。哦，北京。好干净的家，我都不适应。我也想说。保持的还不错啊！为什么我在家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番景象？对，有另一个朋友来，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有好的待遇。是上一期来的一位朋友专门来给他收拾收纳大师景龙。那个朋友并没有好的待遇，那个朋友提供了好的待遇。哒。朱雀三啄。朱雀三啄，去啄。太懂了。面向去啄，面向去啄。每日朱雀三啄，7七49下，啄清醒，啄通透，啄走恋爱脑。哎，现在也没有恋爱脑了。我会迟到一点了。约了朋友也不知道约的是谁。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正好我那个什么，我酝酿一下，我上个厕所啊。哎呦天哪，舒不舒服？哇，这个球在他家真的太重要了。是。又开始了管乐，你又开始，你起来行吗？你能别这样？脾胃运化正常，对其辅助传导，氢气上升则浊物下降，这是养生的关键。这东西要疯了，这都要给我们管乐弄成这样。
表情包太好笑了。可以。哇，这帽子这么大，真舒服，通透。嗨，宝贝，宝贝，现在就发一期，现在发一期问他是谁？我是不是有些盛装？美涵，美涵。哦，李薇的腿，我真哥哥。要不是看在你给我这么多好吃的份上，我这胳膊肘才不会像怪怪呢。你是我们的闺女美涵啊，对，美涵，来，给你小礼物，谢谢，还有小礼物。这个一个是开音丸，一个是那个散结丸，给的都很实用的东西，都是。对嗓子好，你看看吧，非常适合你，太适合我了，哇塞，太牛了！这是什么啊？不许扔衣服，不许扔衣服。这是景龙帮我收拾完之后贴的。你家挺好收拾的，他就是东西多。真的，景龙给他可细致了，就是沙发上贴着纸说不要往这堆衣服。你知道你来之前，这里全部都是东西，全部都是东西。披上了东西，后期老师辛苦了。请参观真人的行李箱，都分区域摆放，是不是挺整齐的？对啊，都是很整洁的，脚都踏不进来。哇哦！所以感觉每一期嘉宾都一定是这种有收纳属性的经验的人，互补的朋友，交到一些有用的朋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没有收拾的？从春晚开始。半年。对，春晚当时就很忙，接着去浪姐，浪姐这又是一堆东西，对，各种东西。救命，真的。我来参观一下呢。可以啊。哇！踩着啥了？这呼呼哈哈，怪不得客厅。山景房，这是他的那个山景房，主题房，小山。对，原来这些东西全都是在这儿的。所以景龙帮你收拾，就是把这些挪到这儿。不，就转移，都上这个屋来。哦，又已经开始了。啊，是已经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又变成这样。景龙收拾完了之后，他又搞乱了，然后不允许他在沙发上放东西，于是他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这些，你心里不难受吗？好可爱。我心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还难受。这么整洁。不是他乱成这样，你习惯就好，习惯就好。美涵站的都有点无力，你知道吗？但是他是真的可以找到衣服的。是，这儿通透啊，这儿通透啊，这儿你看一览无余，而且我都知道在哪儿。我震撼，我真的震撼。来看，这更震撼，在这儿呢，这儿。所以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说你卖衣服，你带我一块儿。对，美涵之前有去在那个二手集市，对，二手集市，对。美涵站的都有点无力，你知道吗？你要不放我的闲置市集上做公益吧？可以。你这像那个仓库啊，你这里面起码能够搞出个50-60件衣服。欢迎光临，里面请啊。好吗？不太好吧？还请不了。太逗了！我给你开辟一条道路，挖出一条路来。这是一个角，好吧？从这儿先进来，跨度蛮大的。你是按照你自己的腿长，然后给自己拔了的。好，第二脚，哎，好，我来了。好，来，哎，来 ，come on， 小心来，1、2、3，走，好棒！我为你翻山越岭。来，啊，宝贝。看到了什么？壁咚了是吗？你身后的这个落荒而逃。哦，我吃不了这一套。怀月啊！我拿起一件你就说要或者不要。要。为什么要？它都已经脏成这样了。这衣服有我的回忆。
好，这是我喜剧大赛总决赛发言的衣服。哦，那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能扔。这是我学朱洁静姐姐的舞蹈的衣服，当时。这个是回忆要留下的啊，这个是。对，但是这回忆有点太多了，你想想是吧？艺考穿的衣服，12年，我放在这儿我安心，比我单身的时间还长，太好笑了。这件衣服是我的好闺蜜给我穿，我舍不得扔。她只要 stay here， 她在这里待着就 OK。这个可以不要。当年在香港和我妈妈一起买的，觉得非常好看的一套衣服。你是怎么想的？我采访一下你，从头到脚的大红色，红透，谁能理解当年的我？谁能理解？我好理解，我也买过这样的衣服。我说句实话，这样一套衣服在我的闲置流通计划，它也不太能卖出去，卖不出去。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盯这个衣服盯得久了一点，我再看别的地方，发绿。这套衣服还很贵，你说我能扔吗？我不能，我肯定不能扔。你说我穿吗？我肯定也不能穿。那这是当年最洋气的一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你为它激情拍照上传，说不定万一有人喜欢，拍出它的时尚。Yes。来，你看我的闲置二手交易平台，女明星绿头娃的货，看我头像，你看我就戴着头套啊。这是他的二手平台吗？哦，绿头娃。但是你戴着头套，别人认识你不还是认识你吗？他不认识我啊，他哪知道看出这是管乐？但这可是彻底公开出去了啊！哇，对，很逗。既然你这么的抽象，我们要不就把那套红色衣服穿一下，红配绿。旋转跳跃，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真的的的的，我是个哇，不理解，管乐，真的是放在马桶里冲走好吗？这能卖出去吗？卖多少钱？你说？80。多少？80。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80，给的市场估价是吗？对不起，对不起。你跟我说80。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能80？以为这样妖娆一点就卖的贵一点吗？等一下，等一下，在花开富贵和这样的一个沙发前面，显不出这件衣服的好来。绿头红参怪，我倒觉得这件衣服跟这个场景挺配的。来，你来这儿，你来这儿，姐丽，展示一下衣服的细节。好像秋裤。看得出来是这种透透的啊。哎，这个屁股的部分不用展示。OK。太离谱了！他穿成这个样子，现在去小区里面走一圈都能举报了，直接给举报了，有可疑人员。舒展，这都是很舒展。别踩着吗 ？OK。哎呀，哇，真全。那他穿过吗？那衣服我没见他穿过，从来没穿过啊，没穿过。当时喜欢的不行了，非要买。所以就是和妈妈的回忆的意思，是因为带着你去买的。对，妈妈是一个在场证明。我说你买这个红衣服，你在结婚穿。他说不，我回去我就穿，从来没穿过。他当时就是纯觉得好看。啊，这个可以，这是一个演出服，标签都没撕。这件衣服我都见过，你不会再穿了？这不会再穿了，这都是穿过一次的演出服。你看闪闪发光的。这个裙子标签都没撕，走，断舍离，让它离开。哇，这裙子真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这还有套装，它堆成小山了。我再给你拿一个袋子，它这得用行李箱啊！天哪，你还有一个储藏室，然后这里面还有行李箱。行李箱不是我的，前任的，这是一直没有扔。要不拿前任的箱子装东西，走。放我家？这不合适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来，你知道吗？我连这都没扔。我不知道。
照片。什么照片？前任的照片。啊？那天景楼一打开这个抽屉，他说我同学。哎呀，这个真是这我大人东西。哎呀，为什么分手喽还要拍？对呀，当时就是在这个家分的手。然后为了纪念分手，拍了拍立得。Yes。上面写着分手喽，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懂。我觉得我断舍离做的也不是很好。前任的东西会留吗？不会留，不要占我的房屋面积。我周围还有人不知道我们俩这样，然后贼喜欢他，让我问他要签名。然后走的时候，我说你再给我签几张名。他说好，拍了几张，到现在还放在这儿。管用。咱们就说人啊，有的时候不必太好。2个人分手喽，各自安好，以后要好好过哦，我会加油的。你也是，我也是啊。但是我朋友还有几张签名照，你能帮我？没问题，没问题，在哪里拍？哎呦我的天哪！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听着我想哭。再来一张。留着干嘛？你说说。就是该扔就扔了呗哈。对呀，对。不是他关于他那个仪式感，那个照片不是说在一起的时候的照片，他留的是一张在分手当时拍的分手照。就分手需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你们有吗？100%没有，只有他一个，他是那101个人里头的。这挺好笑的嘛，2个人很悲伤，说那就分手，那拍张照吧。分手快乐呀，也是一个好的仪式感，阿姨，对吧？如果将来未来再找个男朋友，看到这张照片了，多那什么尴尬。哇，那就到时再说，就是那不让看见吧。其实就是好聚好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仪式感。那就好好道个别吧。对，时光的河入海流，我们分头走。对，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日子不是跟谁过都一样。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就我感觉就是记录这件事情本身啊。最好别占地方，就占点手机内存就可以。对。我来参观一下。不会冰箱里面有他多少年的蛋糕吧？哦。他又不在家里吃饭，他为什么要买1盒鸡蛋啊？那应该是半年前的。这是请收纳公司来都得花3万块钱的程度。3万块钱的程度，绝不可能，3000我都不可能请了。你这个冰箱我打开我都挺震惊的，还挺干净的，这我今天刚放进去的。你这个鸡蛋我看一下是哪一天，等一下啊。你有点越界了。对，塞到里面。这个身高差，这个身高起码相差20公分，看看就。这是什么？啊，虾滑坏了，快，上个月的。欧某，这虾滑你就应该放那个冻的。是的。你看，他老不扔，他还老。24年3月份。保质期9个月，已经过期了。好。22年的这个，要不对，不给它丢了呢。好。2021年，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2025年，我知道。但它很白啊。21年的吃的还留着，面还能坏？哎呀，请问他是4年一直住在这个里吗？他4年一直在，从我搬来的时候就在这儿，跟我相依为命。你觉得他应该走吗？他是你的。镇压之宝。哎呦我天哪！那这几个肉是什么时候来？这是好的。宝贝，它24年5月份就过期了，它好什么？啊 ？What is this 啊？已经过期1年嘞，这个也过期了。阿姨，这个你真要说说他阿姨，她老吃那个就是说容易坏掉的食物。是吗？上一次就是因为吃了坏掉的食物，她拉肚子。哦。阿姨，家里面这些东西有没有哪些你是最想把它扔掉的？哎呦，我去了，我看什么都想给他扔，什么都想扔了，再给他清空。特别是那些衣服，我的天哪！我要在他家，我全给他扔，你扔了他也不知道。是的，这是肯定的。说的很对，缺失了一块记忆。对，太多了，这家里衣服。那其他妈妈如果说现在突袭一下，有哪些想替女儿扔掉的一些东西呢？我家应该是没有，只要我在家，我们家基本每天都在做清理。除了他自己，应该全扔了。你们都挺决绝，你们。妈妈一起抱着房子扔掉，全破烂。阿姨觉得全是破烂，知道吗？都下不去脚，你知道吗？
他现在不是自己住了吗？对呀，还行，我眼不见心不烦，你知道吗？还好，你知道吗？他家就他弄，咱家咱自己弄，对，挺好的，挺好，就行了。实际分开住的，对，相当好，不能去管他的闲事儿。也想问一下松蔚老师，就是大家会喜欢囤着东西，这个是个什么心理呢？他好像叫囤积癖是吗？它一般是2种关系，一种是跟未来的关系，就比如他会觉得说这东西我将来用得上，特别是可能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他经历过一些什么这种比较困难的这种时间呢什么，他就觉得说所有东西只要扔了，说不定将来我就要就是会后悔。对，还有一个就是跟回忆跟过去的关系。就是我觉得管乐其实更像是跟他的这个过去，对他有很多他觉得很珍贵的一些回忆，他不舍得扔。念旧。啊？怎么了？哎呦，猫咪吧？那猫搞的。哎呦我天哪！哎呦！啊，那猫咪现在玩疯了。哎呦，这个醋！哎呦喂，这个醋是我干的。是不是你弄的？是你吗？哈哈，好可爱。他说的是。这怎么办？你自己是不是觉得挺臭的？你收拾吗？你收拾好不好？好。这大猫，我觉得先得那啥，拿个袋子，把这都装好。好。你也不要用手抖。我没事儿，包的。站起来，咱别用手了，用脚站起来。好，直接用脚。行，脚来擦。OK。你挺舒服啊，行吧？你有点越界了。哎，吃饭。吃饭了啊！你买了这么多，我觉得吃真的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事儿，每一天的快乐都是吃给的。看他们吃饭饿，我也好饿。那你也不能点2个炒饭，还好吧？我们有3个青菜，太好了我。瓜哟，你最好能给我吃掉。哎，我是不是要给你一个碗？你想涮一下？转移话题。我给你刷一个。谢谢你。你现在像在那个唐人街的餐厅后面打工的。练过，我真的打过练过，我在711干过服务员，你知道吗？结果我就被领导骂了，给别人盛盒饭，我见的那个人高马大，给他盛好多，说我太超量，亏本了。我记得上次我看那个闺女的时候，就是你当时在里面相亲了，是不是？我也有看到过美涵这个片段。哎，但是我今年桃花是还可以的，真的。哎，有桃花哦。相信我，录完这个节目就有男朋友。祝福。就是终于有人追了，倒是。有人追了。我参加了不少朋友的婚礼，你知道吗？接触到了很多人。哇，你真的很有生活哎。耶！我今年的愿望是会谈个恋爱，有一点点小情况。是。恭喜！我们有售后嘞。在这个我家那闺女2024相亲完了之后，时隔1年多的时间，有情况了。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发展下去。我相过1次，失败了。相亲失败？什么时候？半年之前。那我应该知道是哪一个？那个对方是干嘛的？能理解你的工作吗？见我第一面，他跟我说一句，他说相亲就是垃圾堆里面相互扒拉着找。天哪，好离谱，这么消极？对呀。那你家里人当时是为什么要找他呢？因为家里人得到消息是他在北京，条件不错，医保人才怎么样？那一看就不是一路人了。这个是亲戚家里人介绍对象会出现的情况。如果是朋友给你介绍什么的，就会稍微好一点。对，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们都还蛮难找的。你对这个男朋友的行业有什么看法？没有任何。没有。男艺人、男演员那是可以的。男演员不行。男演员怎么又被剔除了？虽然你剔除没？第一条。对。为什么呀？不想找同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因为我自己是女演员，所以呢，我就很知道我们这一份职业的一个特殊性。经常飞来飞去的。我不想我以后的家庭呢，就是我在这个剧组，你在那个剧组，我拍3个月，你拍5个月，我们根本就没有见面的。对。
包括他会有很多女演员的接触。对，你演戏你就得有这情感的，对的，倾注。所以我会没有安全感，我是没有这个信心 hold 住这样的人。说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看能不能给你介绍一下有合适的人吧。什么表情？我做红娘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真的，在我手上成过3对，而且都是在一起很长时间的。妈呀！在手上成过3对，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哎，真的很有成就感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画面感的人哦，我脑子里面如果觉得这2个人导演放在一起 ，yes， 人生的导演，没错，我的剧本交给你，这2个人放在一起是有 CP 感的，我就是一个安排。太好了，那我要恋爱喽！我要恋爱喽！我要恋爱喽！但你得先说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那我就说了，动心了，动心了！天哪！个子要比我高，你是1.7米，1.73米，穿鞋1.75米，显得像1.76米，视觉1.78米。总有人问我是不是1.8米，视觉1.78米是不是？你这好像是一段已经练过的贯口儿。行，那必须1.8米以上，行吧？性格不要太咋呼，可以安静一些。他得喜欢咋呼的，他肯定得喜欢稍微的开朗一些，因为我会滔滔不绝，然后我说话的时候必须要眼睛看着我说。还有，我觉得他最主要的是他要热爱生活，他不能哎呀太累了，每天一躺在家里一躺。宅 no 大 no 特 no yes no， 要出去，哪怕今天没什么事儿，走咱去溜达一圈买个菜是吧也行。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开着车，比如说去北京周边有什么小山咱爬一下。喜欢户外，好具体呀。他是的，他是很具体的。有什么展览，北京开什么展了，咱去一下。对生活充满热情，对，这就是对生活保有热情。对，喜欢。他喜欢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然后长相无所谓。这个他的婚姻状况可以吗？必须是1婚还是离过婚也可以？好专业的红娘，居然在问是有没有过婚史。但我肯定是希望他是没有结过婚的，因为这样我们对婚姻他的都有憧憬，都有憧憬。我现在已经退步到离过婚也可以，离过婚也可以，但别有小孩哦，不想无痛当妈哦。但我说实话，因为我太喜欢小孩了，然后我会出于可怜他、心疼他。如果当然要很小哈，如果说那男的足够好的话，我说不定真的能同意。如果那个男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爱的人，我说不定我真能同意。想得太远了，官员。但是先要成为心动的人，对，很难心动。你现在会对谁心动吗？太难了，没有以前那种，非常难。心动真的好难，难。有的时候，我会突然上头，你根本没想到我会对这个人上头，这方面我都没觉得怎么样，但你就是对他心动，就是上头。这个人给你发微信，我就很欢喜，我都是1秒钟，就是说一个心动了。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有那个心动。那怎么可能？没心动怎么谈啊？干谈呀？那可能就是相亲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看来你还是要有心动的。不，当然不是，不心动不可能。很着急，不心动不可能谈呀。那我们心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还蛮合适的，他挺好的，而不是那种就是哇，我跟他发个信息，我脸都会红的那种。你脸不红咋？我也谈不了，我也不行，还是得喜欢。对，我遇到心动对象，贼明显，贼明显。比如说我们大家吃饭，我就会点他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就拿给他，我说怎么样，是你爱吃的吧？付出型人格。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主动追人的那个？这不算追吧，这算表示，跟你表达完我喜欢你之后的追，那才叫追。没有明确表示之前，都是一个暧昧，都是一个拉扯，都是一个小试探。我也觉得是。示好，这叫。
对吧？哎，这不，你这明确跟你表示，宝瑶，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交往。然后我说什么？让我想一想。然后他开始，我去接你，明天我去接你，几点收工？你这个追好像是30年前的剧情啊，霸道总裁。不，现在能有人做到这样，那也非常牛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有人是这么对你的了？寡鱼，我现在要开始追你，我要去接送你。Yes。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是这样子。那个男孩，他把我送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他让我戴上眼罩，然后拉我出来，靠在那个车上。然后打开后备箱。然后我再摘开眼睛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小的那个尤克里里。我说天哪，那个我有话想跟你说。你要说什么啊？他就开始唱。蹦擦擦沙克拉个爱看你跳舞，就像一只在飞猫看见它的老鼠。玩到现在还记得是吧，管心动了。就这样子，他就这样的唱。我死了。其实我早就已经布好局，我们一块排练话剧，你知道吗？排练完之后下小雨，下点中雨，他没送我，因为他有事儿。然后第2天我们又来排练。进教室之前，拿出自己的粉底，在嘴唇上怎么样？让嘴唇发白，显得很楚楚可怜。来了，表演一个淋雨了。然后我的好闺蜜，开水，来先把药吃了。怎么了？怎么吃上药了？呀，这嘴唇这么白，咋回事啊？淋雨了，哎呀，怪我。还配戏呢，淋雨了。然后第2天就送我回去，天天送。我的天哪，还有这心眼儿！回归主题，什么叫追？我觉得这叫追。我的眼睛一打开，你看见吗？我现在噙满了泪水。不是，因为我刚才你问我是什么状态，我说现在有人追，终于有人追了，倒是。现在听完你的这些，我觉得没有人在追。他可能觉得对方也没跟他弹尤克里里，他们对追的门槛定义不一样。意思，那美涵不会觉得发个信息就算追吧？美涵那个现在定义为最近加了一个人的微信。不是，那你说的追叫啥叫追吗？这经常给你发信息，约你吃饭，然后给你这有这那的表示，这就是追了呀。这那的表示，这那的表示是叫啥？不是，这不叫追，这叫示好。他一定是喜欢你的，但他至少很明确的美涵，我很想跟你试一试。我这辈子也没有。不可能，没有。所以说你12年没谈恋爱是正确的。美涵又被上课了，我好难过啊。没有遇到对的人，确实难。你对这个爱情的纯度要求还是挺高的。对。前2年恋爱是和平分手。人啊，能一起过苦日子，没法一起过好日子。我当时没工作没戏拍，给他带来了压力，然后他更想拼事业，就分开了。我觉得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恋爱之中很容易到最后就丢了自己，尤其当对方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不管是事业上的变化，还是可能他生活上变化会怎么样，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我。那我本身就有一种不配得感在身上，那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东西会发酵的更严重。那更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会慌。事业慌，完了爱情也慌，那慌成啥样啊？对，内心没有力量，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哎呀，聊着聊着，真是好想遇到这样一个人，让我心动一下。我觉得这还是得生活中遇。对，我虽然很想，但是不是说想到，天哪，不恋爱我就不行了，就到处找，也不是，只是现在周围很多人问我。但生活把我推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之前我的人生一直是靠别人来安排，跟随着命运。可是比方说你去参加喜剧大赛，这不是你自己的主动选择吗？是我自己争取，但是我的争取也是经过了层层的关卡。
就是我其实去参加喜剧大赛的时候，我当时身上有3个公司，他们都没有那么的支持。因为如果我要去参加喜剧大赛，就有5家公司在身上，本来3家公司就分的，我本来也不赚钱，10块钱可能分到我手里，当时只能分2块5毛，5毛，5毛哦。我说我赤裸的去，赤裸的回行吗？要赤裸18个月。下这个决定很难啊。我说我去，他们看我这样，觉得我疯了，说那还是给你的5毛。哇，那你这个决心确实蛮狠的。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的作品，没有任何的机会，让我很没安全感。我当时就觉得已经这样了，我还能失去啥？最差也就这样了，挣也挣不了几个钱。当时，你看你，破釜沉舟，2年后春晚是谁能想到啊？那谁能想？就是2年前是还在破釜沉舟拿5毛钱，2年之后上春晚，就是真想不到。真的是要破釜沉舟的。是年度喜剧小队第3名，小婉管乐。好呀，我们恭喜管乐姐姐荣获乘风2025年度乘风席位。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现在确实是我最好的时候，都是命运的安排。行吧，我煮啦。我把这个先放旁边，帮我闪送。OK。好啦，我走啦，谢谢你啦，拜拜。真的不容易。看到后面好感慨，但是后面那一段苦尽甘来。是的，是的，是的，都是值得的。他拼出来是真的很不容易。是的。所以你看，刚刚小婉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你们一起经历过那些时光，感觉很骄傲。是。对。所以我们有种为你们感到骄傲，特别棒。谢谢，谢谢。特别棒。先问一下管乐妈妈，管乐刚刚讲了她自己找对象的标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就一句话，我说这人一看不像咱家人。对，上次也说这话。是。美涵刚刚问他说，那个哪怕有过这个婚姻经历的，然后呢，他说如果真的很合适的话也没关系，在管乐那里，在你这儿呢？我觉得这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有那么好的人，这干嘛要离婚？对吧？我觉得他的想法都不现实。关键不是还带个小孩吧，是吧？哦，还带个小孩。那另外2位妈妈呢？如果是雨熙的话，我可能是会介意对方，就是不会介意他有那个婚史，但我会介意有孩子。说句实话，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有儿子，我也有姑娘。带一个孩子是相当不容易，你带自己的孩子都不容易，你带别人的孩子就是更不容易，不像是2个人那么简单。所以我主要是看人好的话，婚史不重要。对。阿姨，你觉得如果说男生追管乐的话，什么样才算是对于管乐的追求？我觉得最起码让管乐能感觉到他对他的好，对他的关心，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那些小浪漫什么的，送花送什么的，我觉得那些都那些东西都真是太简单了，我觉得。雪中送炭。哎，那年轻人要的是浪漫，咱们这个岁数要的是实际。对。其实我觉得追这个事儿啊，就是在于说你要用心，你对女生有个态度。对，比方说这个女孩，我就喜欢花儿，那好，那你每天给她送束花。这个女孩喜欢旅游，好，你就把这个机票、酒店攻略都安排好，带她说走就走，尽我所能，如你所愿。你这么一看，做男人太难了。拉红爸爸已经退出群聊了。你们这些女孩要命了，一般男孩追不上。万一这样浪漫追了，最后又没答应好。那这种想法看书吧，书中什么都有。阿姨，一下回归现实，要不看电视剧吧，电视剧里什么都有。那为什么现在的男人就不爱追了呢？因为我觉得追这个
词，我其实感觉啊，它跟表达对这个人的好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追其实还是多少代表着说它是一个单方面的。比如说对方他可能还没有决定，还在这个犹豫的过程中，然后你这边就猛烈的发动这个攻势，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对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会觉得，那我要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对对方也构成一种打扰，甚至可能是骚扰？那发信息算追吗？我觉得你看，像美涵，她就接收到了这里边的这个信息，这也叫我觉得是 OK 的，就只要我的这个动作能让你接收到我对你是有好感的，比如像。拉红他遇到那男生，我觉得那男生肯定不会什么尤克里里什么就这些浪漫的，他可能就是对他来说多说几句话就已经算是很主动的一步了，所以真的是要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涵而言的话，那个男生也在约她吃饭，也在约她见面，这就是一些具体的行为。然后所以期待一下他的好消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下一位闺女，我们的雨熙。救命！后背长了痘痘，露背装怎么穿？难道？是螨虫在作妖？小样，可算逮到你了！满庭除螨皂，24年除螨老国货。哇 ，DNA 动了，小时候的味道。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独家专利植物除螨配方，螨虫退，痘痘消。科学除螨，就选满庭，痘痘消失，C 位稳赢。本节目由为爱创造满分营养的诚实一口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24年专注除螨的科学除螨官满庭品牌赞助播出。蹲现场，10点半开抢，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直通超级现场。北京谁啊？后海，谁呀？孙怡。女生的日常，拆快递。孙怡上期穿了一件衣服，跟我一件衣服一模一样。真的？对。天天买破烂儿。又在这跟人拆台。他真是天天买破烂儿。跟我妈说的一样，跟我妈说的也一样。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他天天就买这么些玩意儿，你知道吗？我的腿。哎呀，这个是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它是个毯子。他可能弄这些玩意儿了。美人鱼。天天就买这么些玩意儿，你知道吗？哎呀，我种草了，阿姨，这多好呀，多好看，美人鱼，好看，要买，真是天天买破烂儿，这就是有差异了。好好看呀，真的好玩啊，对，可爱的呀，还可以凹造型。我是鱼，我是鱼，我是猫。我发现孙怡每一期都会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新的单品。上一次是那个去黑头、挑黑头那东西。哇，一定要这样走的哦。好好玩，就是好累啊。这是干什么？哎呀，我。叮咚。他们准备出门啊，这么休闲。嗨 ，Hello 啊 ，Hello。玛丽，朋友。我其实跟玛丽，我们俩在一起也就是一起玩啊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有时候嫌她很吵，她在我眼里是个小孩儿，我会把她当妹妹一样看。补一个生日礼物。多余，很适合。走啊，咱们先出发吧。走。哎，你看他那快递，他家有时候我去都进不去屋，得往边上踹吧，扒拉扒拉的，挪开给他。哎呦我的妈！年轻人都这样，那快递都那么多，安全感就是靠这个累积起来。他没有值钱的，这全是破烂儿。省钱，这不买大件儿。对，2天就扔了，完了抱回家给我。哎呦我买的是一个情绪价值，不买贵的，只买对的。你想回归大自然吗？我带你去回归大自然。我那个是动物园加植物园。动物园加植物园。然后呢，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辆车。你给他准备一辆车？是，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了，超豪华哦，很好看。奔郊区去了，到了。谢谢。我们坐上我们的豪华轿车。啥车？
来，哦，真的。哦，我就知道是拖拉机，真的是拖拉机。有点晒啊，你先忍一下啊。真牛，真牛。走啊。是个敞篷。好了，走吧。哦。左山，我心爱的山蹦子。好有排面啊！我的妈，太有排面，太有排面了。嗨，哥哥。Hello。马天宇。当时孙怡很多年前，就是最早开始拍戏的时候就认识。哦，梁生那时候他们俩是一起。你都怀孕了，你记得现在把手头上的工作要调整一下，别累着。放心吧，这个孩子我会特别珍惜的。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所以呢，我就会一直叫他哥。我跟他在一起非常有亲切感。很早之前我就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他发这个。哇哦！他现在郊区开了个农场，自己的农场，哇哦！然后正好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我很早就想去了。你这是什么啊？哥，这是我送你的豪车。怎么样 ？Hello。哎呀 ，Hello。哎，玛丽。玛丽你好。马天宇。哦，你好，你好。认识吧？是你小时候的偶像吗？别这么聊呢。你这样，我不要再接。做个蜘蛛。孙怡。啊。你好，你好。朋友汪卓成。汪卓成，你好，你好。玛丽。汪卓成。汪卓成，你好，你好。啊，汪卓成。这豪车怎么样，哥？不是，你看这个车还有大红花。这个车很适合，就感觉是从农场里开出去的一样。是的。待会儿我要给你要站在这儿，我给你拍个照。你看。你现在我们就拍来，我们就站这儿就好了。哎，哥，你坐这儿呗。为什么呀？来吧。来。很松弛。哇，你这好漂亮啊！天哪！欢迎来到我们的农场。哇，好漂亮啊！这个农场还挺fancy的。对，像画里的。这都是你自己设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我首先说，要不是因为你，我这个农场第一次开放农场是吧？参观你的农场，大家应该都想不到你会有一个农场。他们觉得我有毛病，为什么要弄这个？但是我觉得很舒服。我不会觉得你有毛病，我会很羡慕。对啊，我也觉得好羡慕。很厉害。好，我先给你看我的300-400只鸡啊！哇，养了300-400只鸡啊！哎，有小鸡，啊，好可爱！这些鸡每天会下100多个蛋，我每天早上都来捡鸡蛋。那你这100多个蛋怎么处理啊？吃呀，我们家人多呀，送给朋友啊。哦，这边还有一些鹅。啊，好可爱呀！哎，有鸽子哎，有鸽子。哇，新娘！哎呦，这边是我自己种的菜，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哇哦！这个是玉米，然后这个是豆角，这个是圆白菜，那个是西红柿、辣椒。哇，他是真的在种菜。好健康啊，它很天然。对。每隔几天我会浇一次水。没工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待在这儿的。我没工作就住在这地方，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生活，好幸福啊！这农场真不错哈。那现在很多人都向往这种生活。这你种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吗？对啊，因为家里人吃的比较方便一些。我自从听说鸡蛋还有假的这件事情，我就接受不了。我说我必须要。你还是挺有行动力的。我说假的那就吃假的吧。这是写的啥呀？这是你自己弄的？这个就是我的全部野心，就是自由一生。我想去这里打卡。我的生活野心就是自由。我的全部。我的生活。我的全部。我的全部野心就是自由一生。对。还有态度呢，你在农场里。当然，我可是年轻人。这个棚子也全部都是菜里边。对啊，里面都是。我带你去看一下。哇，不小啊，这农场哈，挺大呀啊，种的种类挺多。对，还打理的很好。还有葡萄，这摘草莓31筐。我们拿点茄子，一会儿做饭用吧。好。哇，这个很大。可以啊。哇哦！哎，好可爱圆的。还有那个辣椒，煎辣椒，晚上我们可以炖菜的时候放一些。人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会开始对大自然更亲近啊？血脉觉醒了吧？这些就是蒜。哎，哇
哇，有挖碎了吗？没有。我要挖一个完整的。这大蒜都长得很好哎。行，你尝试一下。你就使劲。哎呦，挺有劲儿的。哎，剪到一整头的，是不是感觉很解压？嗯。你去呀。我试完，让他们体验一下吧。哎呀，我好多了。哇，这么多啊！够吃了。举呗，举呗。哎，我跟你说，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那个麦田，这是我们的麦田。哦，这么大，这么大，还有自己的麦田。一开始以为是个民宿，发现不是，那真的是农场，正经八百农场，这是。这是那个秋小麦，好漂亮啊！我想在这拍照。你站那儿，我给你拍张照，好看的。哇，田园生活。好做作，做作，你太做作了，我就受不了。不在乎你对我外界对我的评价，我只管自己拍。吃点麦子吧，可以直接吃对吧？直接可以吃的，而且很香，很清香。这是燕麦啊，这麦子已经熟了。嗯，好健康的味道。好饿呀！我也饿了，哥。我也饿了，做饭去吧。我想办法。做饭。做饭喽，吃饭喽。哎，我们做铁锅炖吧。好呀，铁锅炖可以。怎么说？贴个饼子。我会和面。哦，这是真假的？可以。哇，做饭喽！你要和面吗？可以呀。他还会和面。你这么震惊，为什么是你发出震惊的语气，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哥就在洗衣服。这水是不是不够啊？哥，哎，这水是不是不够啊？可以吗？是不是太多了呀？没事。你真的会和？你会吗？我会啊。好，那就行。好好玩，就是好累啊。就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你会烧火吗？我不会。你会点火吗？我也不会。哇！哎呦，还烧柴哟！哇！你小心有钉子啊！好熟练。我之前干这种任务还是去蘑菇屋的时候。好厉害！你说要是跟马哥去那种原始森林，是不是活得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活得下来。哎，着起来了。嗯。好香啊！我喜欢闻这个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闻到这种生火的味道，就像过年。对，像小时候哈。对，我梦想中的日子达到了，就是跟姐妹一起坐着聊天，然后男人做饭。理想生活。哇，这还剁鸡呀！这鸡肯定好吃。溜达鸡。溜达鸡。你看那肉都贼紧。哇，他已经第一步已经完成了，超级大师。今晚上点个炒鸡，哇，饿了。今晚上点个炒鸡吃。对，他还挺会做的呢。哦，好香哎！好香啊！对，你说他哪是和面，他干这活还行，拍照还行。哇哦，好香啊，好爽。豆瓣酱吗？对啊，这料往这一放，肯定香啊！哇，他真的好厉害啊！天哪！哇，炒鸡，好棒！好香，好香！炒鸡天才！哇哦！看人这都现摘的。哎呦，把饼子贴上吧。哎，贴饼子，哇！哎，我贼喜欢吃铁锅炖，不管是那个玉米面还是那个白面，都喜欢吃。鱼锅里和鸡锅里都可以。对，然后它蒸完之后往里面那一蘸，哎呦！要炖多久啊？半小时？对。哎，你说如果你有一天你不带手机，完全不用手机，那么一天就来这儿，可以啊，真的。那如果我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你要碰到像我这么无聊的人呢？又无聊又高能量，自己折磨死我。天天就玩点无聊的东西怎么办？就也可以啊，我觉得去享受一天也挺舒服的，其实就是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啊什么的。但你让我自己的话可不行，你可以吗？自己一个人？但我现在发现，我如果没有手机，我受不了了。现在你没有手机，你能活吗？我不能哎。我是分阶段，我觉得突然有一段时间，如果你强制性的，比如说我录节目，你不能拿手机。那你应该有什么就是重要的消息，有
工作或者怎么样？我发现其实我在大家心目当中没那么重要。我们如果不拿手机的话，都会这么发现。发现没有什么人给你发微信是吗？没有人理我，真的。哎，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早上起来，如果手机什么消息都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心里空空的，空空的，对吧？对，我以后多给你发消息，你们发现别啊。我从来不主动找他，我给我分享一大堆有的没的的视频，给我送花在视频里。哎呦，天黑了。刚才有聊到好多年轻人现在手机上没有消息会觉得很失落，阿姨会有这种感受吗？几乎没人找我，一点不失落，习惯了。对，如果要是说一天没有人找我，我会有一点说失落，觉得失落需要，不被需要了，就是对，就会有一点，哎呀，今天居然没人找我呢。消息少不少倒无所谓，不过管月一来家我就没别的事干，我就老盯着手机了。为啥他一来家你就老盯着手机呢？你得时刻准备着。哦，因为他回家他可能要找你什么的。他要是说睁开眼一看你不在家，他就会问你在哪？啊，我说厅里。你在厅里不是？在厅里发在卧室给你发个消息说你在哪儿？因为床都没起来呢，关键是。接着就来第二个信息，门口有咖啡，麻烦你给我拿进来。对，是不是？对，跟我一样。小婉会吗？我不会啊，尤其是在前段时间，就是乘风那段时间，就本身人就很焦虑，收到很多信息，你会有点紧张，很紧张。早上一睁眼，你看到那么多信息，就是是不是这个又出什么问题，然后这个干嘛，就会真的会有点焦虑，但是又不敢不看，对，不敢，就是睡觉的时候暂时性的先屏蔽掉，然后醒了之后要面对了，就是这种。流率是没有办法哈。对，我现在坐飞机尽量选有空中 WiFi 的那个航班。哎，其实我觉得空中 WiFi 的出现真的是对人的压迫，真的。有人说，哎，我有一个那种空中 WiFi，你可以以后你上飞机都可以有 WiFi。我说不用，谢谢，大可不必。但是我如果躲避了，我下了飞机之后就代价更大。对，就100-200条就出来了。辛苦。但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没信息了，也会焦虑哎。啊，是，就是你有信息，起码证明你被需要。对，你工作信息说明你有活儿能挣钱。对，你生活信息说明你在生活里被朋友需要。对，你真的有一天啥都没了，你感觉你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也有可能是没电话费。是不是炖好喽？是的。好香啊！哇塞，这饼真硬啊，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哎，我们闻着鸡屎味儿吃饭啊，哥。自己做的就是好，好香啊！哦，好幸福啊，真的香。妈呀，不行，我要点菜。肉很入味。好吃耶，牛。应该带闺女去啊，我觉得小孩应该都会喜欢这些地方。你闺女，妈，你这吃什么破玩意儿啊？啥玩意儿黑乎的？但我觉得他这个发面没发好，可能，对吧？你让我兑那些水呢？跟水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可能那个酵母放可以吧？可以吗？这种是不是自己家的小锅也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可以。大锅炖的更香。但是我跟你说，柴火炖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对，柴火炖的就不一样。我不喜欢吃那个电磁炉做的饭，我一定要用煤气做的饭。你喜欢吃空气炸锅做的饭吗？我不喜欢。聊回来，你只会做这个是吗？真的，这一季节目播完，我觉得空气炸锅不找孙怡是空气炸锅的损失。很舒服啊！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这样小院子的话，我肯定会，就是每天邀请朋友，然后过来玩啊什么的。但你这个人又比较寡，是吧？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可其实你也没什么朋友，对不对？我说对。我们是第一波来这儿做客的客人。对啊，我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来。你藏得挺好啊。之所以我们俩认识10多年了，我俩其实很少见面，但一直微信上。但我跟我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也这样，我一看他们家门要打开了，我就溜。好快。还是挨人呢。当代社区好像很多都这样。你开这个农场是为了躲他们吗？是为了逃开社交？对，跟动物打交道就行是吗？跟菜打交道。
因为你对他什么样，他就会到最后会反馈给你。你把它种好了，它就是好的。有鸡就有蛋，有鸡就有蛋。通过自己的双手，就想让我自己更有安全感一些。天宇哥肯定是实打实的在干活。不社交会不会真的影响工作？就我前2天看了一个郝蕾姐的一个采访，她就说的，你红什么都对，如果你不红什么都不对。我看到这个了，我也看到了，说的特别有道理。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觉得多社交可能会有多的工作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自身的实力不够的话，你把握不住这些机会，还是会失去这些东西原本的意义。对，社交是加分项，是不是？在我看来，其实社交不是加分项。对我来说不是。对。但是在这个圈子里来说，很多人会这一套。社交对于他们来说，它就是有用的。对，我也觉得有人是这样的。但是有人是享受社交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不善于社交的，它就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上去也说不出来个4、5、6。对，你恨不得开个机，你知道有的开机的时候各种主演，然后上去哐哐哐，大家都，这个真的很社死。你这社死，然后你发现有一些演员他真的。跟你讲的花里胡哨的，讲得老好了，这是一种技能啊，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像我们这种不会社交的人，还不如不去。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去见过导演和制片人，我发现我能力不足。让你演某一种角色，不是角色，是我去跟他社交的这种效果不好。你明白吗？你明白我意思吗？反而不如对表演对包括我试戏，我试戏一试一个死啊？为什么？但是你让我在现场，你怎么让我演，我都不会觉得尴尬或者不舒服。但是你要让我去试戏，也很尴尬，很尴尬。就是那个环境让你没有办法相信，你的对手什么也没有办法相信。我现在演的所有戏没有一次是试过。那你演第一部戏的时候呢？我没有去试，但是我去定妆了。我演第一部戏就是那个《黛玉传》啊，我演贾宝玉。对，包括咱们的梁生，也是他们找了我好多次我才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你，我觉得。但好丧啊！好丧。现在我就不爱演这样的角色了，不认为我是那个阶段了。哎，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让我现在演高中生、大学生，我心里过意不去了。心里过意不去，你没有这个心理、这个承受能力，你都不相信我自己，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不相信。眼神不再清澈而愚蠢了。你有多久？就是你有最长有多久时间没有工作的情况啊？那我要怀孕生孩子的那一年多我都没有拍戏，没有工作。我特别佩服孙俪这一点，就我认识她那会儿，她很年轻，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就是我认为那个时候小花就是有一些事情该做，有一些事情不该做，她小花的路。而且是那个我那个戏刚播的还不错，大家刚开始认识我。对，然后她就立马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对，你有怀疑过或者焦虑过那一段时间吗？完全没有。那会儿我觉得我自己当下要的是那个，对，我觉得我得到的要比我赚钱或者更有知名度、幸福的多得多。哇！当时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简直太酷了，太酷了。而且重点是，他没有影响自己的身材和状态。对，其实也有了。你知道我们补拍梁生的时候，我那会儿刚生完小孩5个月。那会儿自己不觉得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很 OK 啊。然后后期在看播的时候，我有一部分后期补拍的，我整个人脸都是这么胖的，这么肿的，都不接戏了，肥的。我对这点真的特别佩服。你那个时候你羡慕吗？我羡慕啊！我是属于从小到大被家里人管束的太严谨。然后你到后来你就做这个工作，大家对你的社会的责任什么之类的，你要树一个好榜样，就又把你的那一面给压抑住了，你懂吗？我也特讨厌过度规训，所以我说我佩服你们勇敢做自己。你是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我不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被规训到已经没有棱角了。所以他很喜欢活得很肆意的那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这样子的呀？对，你不会觉得哎呦管他呢？我会，所以我有的时候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说我什么耍大牌了，类似于这种，我本来不想说，但我说了一遍，然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这个。
但你发现说了一遍没有用，没有用，真的是没有用。然后你越解释，没有任何用，然后他们说你几句，他们觉得很过瘾，发泄一下。那所以那个歌手、演员和农场主，你最喜欢哪一个？歌手啊。我喜欢当演员。你最喜欢当演员？但你是歌手出道的。我是歌手出道的。哦，那个加油好男儿嘛，太火了，那歌简直是。加油好男儿也是我认识天宇哥，就是小时候看他的节目，啥也不会，只会哭，呜呜一顿哭。真的假的？你在节目里哭啊？哎，你现在会那种我就不敢看当时的那些。当然会吗？当然，谁要敢看我视频，我真的把他撕了。该死的，我每一次。该死的温柔。太火了，那是最火的彩铃之一了，对啊。然后手机铃声全是。我听说很多艺人说，工作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就觉得会为了演戏，你会放弃你的生命吗？我放弃你的健康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很热爱，但是我做不到那样，我不能伤害我自己。演员这个身份也没什么特别的吧？我们只是靠这个技能在生存吗？就是你作为演员，你除了把自己的作品演好以外，角色演好，社会责任更大一些。传递正能量的。传递正能量，你最起码你觉得我在低迷的时候，我想起这个人的鼓励，然后啊，这种偶像的力量，就像我看到林俊杰一样。就是我看到林俊杰的，除了就是觉得他就是离我这么近之外，我会觉得我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我可以跟我的偶像站在同一个台上。他上中学的时候，屋里面就贴的全是林俊杰的照片啊，我也是喜欢林俊杰啊。上中学的时候，那也是榜样。对，是的，是的。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不管是灯塔也好，还是有一个领路人，对，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那如果不做演员，做什么？不做演员了，那就先休息休息。等想好了再说。对啊，前面已经努力了那么多年了，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小假呀。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我不敢，不敢像他这样说，我啥也不干，我歇会儿。大部分都不敢。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阶段的问题。可能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会这样。我也是这样，对，都是这样。哎，我们感觉是，不是老人吗？不是过来人吗？大家都差不多，不是啊？但我就是没有你这种能力。什么能力啊？就我在什么阶段，我享受当下的这个事，我不会。对，我好像一直在努力的去。好像就是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然后呢，不工作的时候就带家里人出去旅行，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呢有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呢也会好好保养自己，然后让自己维持在一个看起来还很年轻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爱家人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觉得很理想的生活状态。对，知足于当下，活在当下吧。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工作，就是说我有的工作可以出去拍戏，然后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同时我可以兼顾我的农场。我觉得这是我的理想生活。哇，真不错。你呢？我还想要有更多代表作。我觉得对于你们两位来说已经有，我觉得我没有，还没有。我就要当娱乐圈底层的牛马。我现在先疯狂的卷。我觉得有的人他的机会来得早些，但是有的人他的机会可能来得晚一些。这个演艺圈，你知道有多少人大器晚成吗？比比皆是。对，但是这个东西是你要通过千锤百炼，生活对你的千锤百炼，到最后突然有那么一个机会，你就抓住了。机会留给准备，有准备的人。今天怎么突然多了一个 slogan？ 是不是？谢谢你的晚餐。你做饭真的很好吃。那我拿点鸡蛋回去可以吗？拿鸡蛋回去啊。哎，我是真的想要点鸡蛋给我女儿。看着当妈的，走到哪都想着女儿。有孩子了，就是这样的啊。你有这种东西竟然？哇！啊，专门装鸡蛋的。装鸡蛋，好专业，感觉是在对外销售的。你是真的经常送亲戚这个玩意儿？我应该拿大力胶粘一下。不用，感觉这个很珍贵，超级珍贵。你回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闪送的。
我真的不用拿大力胶粘一下吗？有。谢谢你。哎，有月亮哎。对，今晚月亮。哇，好圆。问一下阿姨，孙怡，如果有一天她会不会像天宇哥这样去过一个农场的生活吗？他的性格不会的，毕竟农场不太适合做这个空气炸锅的各方面。毕竟农场不太适合躺着，他还是适合他那个云朵沙发。是，然后裹上那个美人鱼的小毯子。他属于比较懒的人。问一下各位，就工作和社交，会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其实我觉得社交还是挺必要的，就是现在不一定说你的社交会能让你有工作机会，但是你不社交的话，一定会比别人缺失很多的机会。我以前我会觉得哇，社交这件事情好难，对我来说，我每次到那儿我就整个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我就处在那儿。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让你去干嘛，要的是你一个态度。对，就算说不了什么，你处在那儿处久了，别人也觉得你这个人能处。能处，真能处。这个好，这真能处这个。因为其实社交，我也就是很害怕那种社交，但是好像这个行业里面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社交的。虽然说我的所有的工作的机会都不是因为我去社交然后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其实都是你要面试一次一次面试，然后就是施展你的那才艺绝活之类，别人觉得你有可能性。绝活真的必须，你真的得就是九牛二虎之力。亮活。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的说，哎呀，你们那个就很多人会说哈，就会对我们这行有一种误解，说你们多社交了，你们就是有机会了，然后就是好像就能拍戏或干嘛，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社交很多时候只是交到朋友而已。对，只是交个朋友，人家不会因为你的跟吃个饭，然后干嘛你多说两句，人家就会用你去演这个角色。其实不是，还是要去真正的去有专业能力。我几乎是没有应酬的，我一年可能跟客户就吃3、4顿饭，一般都是庆功宴。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你做的越尖端、越复杂、越需要你技能的那些活儿，他更看重你的能力。但如果说你在下沉市场，你做的这个事儿是找他做都可以的情况下，那客户会选择说谁跟我熟，谁跟我关系好，我找谁。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督促着我，如果以专业立身，我就不断地向金字塔尖儿走，我要做最难的那些活。就是修炼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是的。我也很认同这个点。那人的精力就那么些嘛，对吧？他如果是不会来事儿，说明他就是没有把时间精力花在来事儿这个事情上。对。那他别的事儿就很会来了。对。他来自己专业的事儿，对，来点有用的事儿。确实。然后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的选择都一定是最正确的，就是最符合自己当下所需要的那个样子，走好自己内心的那条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下一位的闺女会是谁呢？芒果 TV 会员尊享，周日、周一、周二惊喜3更。8月17日周日中午12点，第2期上更新 SVIP 额外抢先24小时看下期。8月18日周一中午12点，第2期下更新芒果 TV VIP 尊享。8月19日周二中午12点，闺女超有料上线 SVIP 尊享。8月19日周二中午12点，加更闺女生活日记上线 VIP 尊享。好好爱自己吧，我家那闺女呀！大家看我家那闺女2025的同时，也别忘了升级芒果 TV 会员，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追我家那闺女2025，将你的脑洞创意一键直通制片人，和节目共创内容高光，更有幕后探班、福利彩蛋等你开启。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我家那闺女官微，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带话题我家那闺女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情感专家、大 V 博主共同分享更多闺女成长感悟与家庭关系奥秘。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我家那闺女2025，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途家民宿婚礼季闪送。